你平常白天的时候会常常觉得眼皮很重，甚至做事情做到一半就忍不住开始打瞌睡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猝睡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对很多学生跟上班族来说，每天要早起应付忙碌的课业跟工作，偶尔打个瞌睡，感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过去的新闻呢，就曾经出现过一个打瞌睡打到出意外的事件。有一位高3学生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常常觉得睡不饱，上课也常打瞌睡。但是这种状况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一次走楼梯走到一半就直接昏睡了过去，超级危险哦！去医院呢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罹患了猝睡症。常常觉得想睡觉，原来也可能是身体生病了吗？猝睡症会很严重的影响生活吗？还有哪些疾病会出现嗜睡的症状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的瘦版日记还习惯吗？在总长之前呢，我用4个月减重了14公斤，过程中没有节食，反而餐餐吃饱又吃好。现在我跟减重医师宋月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相关课程，要把我减重不复胖的工具方法分享给你。这堂课程特别适合预算有限又忙碌的外食族，不用依赖贵的水煮餐，不用算热量赤字，更不用痛苦的节食或疯狂运动，只要跟着课程认识影响体重的关键荷尔蒙体质，并且根据体质掌握判断优质外食的方法。你会发现能吃又好吃的东西其实很多，就算你3餐外食或食量很大，也能够欢喜吃照样瘦。现在我跟宋医师一起筹备的外食减重学正式开卖，早鸟优惠49折起，让你最多省下2600元，超级划算！输入我的优惠码再折200元。新年到了，想要改变形象瘦一波的朋友们，就千万别错过啦！大家可能都有过嗜睡的感觉但是每个人嗜睡的程度跟频率可能还是会很不一样。举例来说，有些人呢，只有在前一晚睡不到5小时，或是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很想睡。但是有些人不管前一天睡了多久，不管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还是很困。这个时候专家就建议可以先使用艾普沃斯嗜睡量表呢，来初步的评估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嗜睡的程度有多高。量表的这个连结呢，我们放在资讯栏欢迎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自己去做看看。在这个量表当中呢，如果得到的分数越高，就代表你可能做很多事情都会打瞌睡，或是在做某些特定活动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打瞌睡。一般来说，专家建议总分如果超过10分，就可以到医院的睡眠中心进行简单的检查，让医师来协助自己了解状况。因为嗜睡的背后呢，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原因。嗜睡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晚上没有睡好，不管是因为忙碌或失眠导致睡眠时间不够，或是因为噪音身体不适，或是环境不舒适而导致睡眠品质不好，都会让一个人晚上没有充分的休息，隔天也当然呢就会精神不佳。另外，可能有些人会发现吃完感冒药之后，整天都会昏昏沉沉的，很想要睡觉。这可能是因为某些感冒药中呢含有第1代抗组织胺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呢虽然可以缓解过敏跟流鼻水状况，但同时也会让人想要嗜睡。那虽然后来的第2代和第3代的抗组织胺感冒药已经大幅的改善了嗜睡的副作用，但是其他的药物像是舒缓肌肉酸痛的这个肌肉松弛剂，或是吗啡类止痛药呢，还是有可能让人在服用之后一直想要睡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也可能会伴随着嗜睡的症状，像是自律神经功能失调、甲状腺功能过低、脑部损伤或是忧郁症。那如果以上因素都排除了，还是会长期而且严重的嗜睡，还是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嗜睡症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会让人一直嗜睡，而且这种想睡的状况是不管睡了多久，睡觉的频率多高都无法减轻的。不止这样，嗜睡症呢还包含了认知上跟情绪上的影响，像是患者的注意力会变得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还可能出现焦虑忧郁或是易怒等等的情绪困扰，对日常的生活影响非常的大。英国就有一位嗜睡症患者乔安娜，曾经一连睡了4天，最后因为血糖过低而送医。而且就连可以勉强维持清醒的时候，乔安娜常常也是精神恍惚，甚至会出现幻觉。另外，同样也会有严重嗜睡症状的，还有克莱恩莱文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睡美人症。这种疾病呢，会让患者每隔一段时间就陷入沉睡。每次发病，患者可能都会睡上好几天，甚至好几周，而且睡着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被叫醒。那除了这些症状，还有另外一个嗜睡的状况是很突发性的，可能前一秒还在跟别人说话，下一秒呢却像是突然断电一样睡倒过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猝睡症跟嗜睡症一样会让患者常常很想睡觉，昏昏沉沉的。但不同的是，这些患者可能还会有猝倒的症状，也就是呢会在醒着，尤其是有强烈情绪的时候，突然失去肌肉张力，变得无法动弹。例如说，患者可能跟朋友聊天，笑得正开心的时候，头部就突然无力往前垂倒下去。那虽然这时候患者通常不会失去意识但可能会维持几分钟不能够活动，而且严重的话，可能是全身的肌肉突然无力，整个人会瞬间倒下去。过去新闻上面就曾经出现有人骑车突然猝倒，或是妈妈带小孩出门却突然猝倒，小朋友只好站在路边等妈妈苏醒的案例。另外呢，猝睡症常见的症状还包含在入睡或者是刚醒的时候出现幻觉、幻听或者是睡眠麻痹，也就是俗称的鬼压床。那虽然猝睡症目前在全球的成年人里面的盛行率并不高，大约每1万人里面只有2到5个人会得到。但是一旦得到，患者跟身边人的生活都会严重的受到影响。那这样子的状况有办法透过治疗改善吗？目前认为猝睡症的猝倒症状呢，是因为脑部关于睡眠和清醒的控制出现了问题，所以治疗时呢，通常会透过中枢神经兴奋剂的药物让患者维持清醒。但是这些药物呢，同时也会有头痛啊、昏沉感、肠胃不适或失眠等等的副作用，而且目前并没有方式可以治愈猝睡症。患者需要长期的注意自己的生活作息，不能够熬夜，做很多事情时也需要特别的小心翼翼，尤其像是在开车或煮饭的时候，以避免发生意外。另外，虽然透过白天的小睡可以让患者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睡意，但同时也可能因此需要面对别人的异样眼光。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猝睡症的患者的心理健康也经常会受到影响。一个2023年的研究就显示，在患有猝睡症的51名受试者当中，就有高达18个人，也就是大约33%的人，同时患有忧郁啊或者是焦虑的情绪障碍症，而这样的比率呢，比一般大众高出3倍。总结来说，猝睡症呢，即使有药物控制，患者的生活跟身心理健康，经常还是会遇到各种挑战。毕竟嗜睡的状况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影响生活品质的。那我们一般人呢，如果不想要白天老是昏昏欲睡，又可以怎么办呢？要避免白天昏昏欲睡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晚上要睡得够，睡得好。但除此之外呢，专家也建议白天如果在室内可以拉开窗帘，多照照日光，唤醒身体的生理时钟。而且如果要午睡的话呢，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超过的话，身体可能会进入深度睡眠，进而打乱生理时钟。另外，我们常常在用的手机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周期。一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就发现一天之中每多用1小时的手机，晚上的入睡时间就会延后4.9分钟，而且睡觉时间呢也会少大约5.5分钟。尤其如果是在睡前用手机，对睡眠的影响更大。另外呢，也有不少专家建议以下这些行为应该都要避免：睡醒后进入赖床不要，闹钟呢用贪睡模式不要，设很多的闹钟让自己每隔5分钟或10分钟就惊醒一次也不要。这是因为呢，我们一听到闹钟响的时候，交感神经其实就已经开始作用，唤醒身体了。这个时候再睡回去等于呢又是叫这个副交感神经再把身体切换回休眠模式。而这样在短时间内不断的醒跟睡之间切换，很容易因此产生疲劳。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学者提出不一样的看法。2023年有个瑞典的研究就指出其实习惯赖床的人呢，听到闹钟响之后，再赖床个30分钟，精神反而会更好，认知能力也不会受到影响。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在被窝里面多待一阵子，也可以避免让身体一下子接触到冷空气，温差太大而产生心血管疾病。但无论如何，所有的专家呢都强调，睡眠跟我们人的整体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平常有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跟精神疲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今天之所以会来聊聊猝睡症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支睡美人症的 shorts 之后，收到了一位观众来信。这位观众呢本身是猝睡症的患者，他跟我们分享到自己因为猝睡症生活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像是可能吃饭上厕所到一半都会突然睡着，而且即使吃了药呢，也会像行尸走肉一样很难正常生活。再加上因为猝睡症这样子的疾病呢比较罕见，大部分人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患者们呢常常需要面对一些负面的标签，像是很懒惰或是爱睡觉，甚至呢被误以为说猝睡症或嗜睡症就只是在哪都很好睡这么轻松的疾病。这些误解呢听在这些深受疾病之苦的人耳里呢，其实也都蛮难过也蛮无奈的。那在收到他这样子来信，我们一方面觉得有点自责难过，一方面呢也觉得说大家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可能只是因为不了解而已，并不是真的刻意想要嘲笑。
就像我们以前在学生时期，如果看到有哪位同学每次上课都在睡觉，可能也会直觉的认定他应该是自己作息不正常才会这个样子。但如果这位同学真的深受疾病所苦，大家的这些猜测很可能就会在无形之中对他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呢，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疾病，还有这些从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很努力在跟疾病共存的人。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睡眠方面的症状背后可能都隐含着很复杂的生理因素，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一集里面可以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身体上面的不适，还是建议要寻求医疗的专业判断协助哦。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满意自己目前的睡眠状况吗？ A 睡得蛮好的哦，每天都有规律的作息，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就清醒。B 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补完眠还是超困。C 很不容易入睡哦，也很浅眠，感觉都没有好好的休息。D 看状况，平日呢睡觉睡太少，假日又睡太多。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猝睡症。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睡午觉为何越睡越累，以及鬼压床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